能长期稳定的关系，一定是男的坐在沙发上数票子，女的躺在被窝里盼爱情。因为这个社会的真相啊，是强男才是物质的，而捞女在他们眼里只是恋爱脑啊。任何一个高净值的强男，他在关系里一定是低开高走的。在关系的前期呢，他会很物质，他会很现实，甚至可以说是锱铢必较啊。就比如说一个余额7位数的强男，他在关系前期是一定不会给一个女人花超过5位数的啊。他可能今天花了个2、3千块钱请了一个美女吃了顿漂亮饭，对吧？因为他是大冤种嘛 ？No， 他可精着呢，他会把这顿饭当成是一场测试，价值2、3千的测试而已咯。啊，一旦这个女人的某个特性不符合他的预期，那他就会及时的去止损。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发现那些强男他们身边的顶美换的比换衣服还要勤啊。但是一旦他锁定了一个心仪的目标，那他收获的这段关系就能够让 99% 的男人羡慕，因为他在关系的一开始就带着非常强的目的性。但很多女人啊，她不懂强男的这个运作逻辑，她理解不了强男的抠门这种行为。那我还是用前面这个例子啊，就是一顿2、3千的漂亮饭吃完了以后，大部分的女人她是不是都不会满足？她会觉得，诶，这个男人出手很阔绰，很大方，对吧？第一次吃饭就这样，她于是呢就会在接下来的3到7天以内就会开始暴露自己的需求啊，甚至就直接去找这个强男去索取。有多少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可能就索取一些小小的这种什么几千块的饰品，甚至是上万块钱这种小东西，对吧？然后你们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东西，这些强男会在一瞬间对她下头，但是他不知道下头的原因啊。他甚至还会因此去隔壁某处去发个小帖子，说什么哎呀，姐妹们，这种渣男真抠门，对吧？这种男人真下头啊，都是虚伪的，都假的，他们靠不住。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网络上男女的戾气那么重了吗？就是因为一部分认知极其低下的女人，她想把强男握在手里，她甚至还痴心妄想觉得说可以吃干抹净。当然其实她根本就跟不上强男的行事风格，她没有那个能力啊，最后她就只能破防，然后干嘛去抹黑咯，对吧？所以戾气就出来了。我作为女人啊，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这种女人有点可怜，因为她们永远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一个资产7、8位数的男人会给她付出那么多。你们想想，作为一个有身价的男人，你的 money 都是你从底层一步步杀出来的，都是你在社会中跟人博弈出来的。你的确有大方的属性，但你凭什么要一直对一个人大方，对吧？要么是为了回报率，要么呢就是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和他持续的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所以你才会莫名其妙的大方1次2次啊，或者说10次，不就图的是当下的爽吗？很多女人是想不透这一层的，再加上她被很多女性博主给洗脑了，所以她的认知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个男人啊，他只会在最开始的那半个月或1个月或3个月给你花钱，这个红利期一旦过了，那他们就会认为，哎，他得赶紧去找下一家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顶美小美也好，都会越来越渴望被短择，甚至在社交平台上自己给自己直接明码标价，对吧？一开口就是什么，哎，那你先给我买个包，别给我比比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那些愿意去短择他的男人呢，他可能1年3年才遇到一个，这男人可能暂时性的给他花了几十个或者说几百个，但是3年一过，他还能遇到下一个好大哥吗？就算他遇到，他也会拿现在这个好大哥跟上一任好大哥去对比，哎，一对比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好大哥好像没有上一任大方，他要更抠门一些，他会开始有戾气啊，他对关系的持久度的这种能力就会越来越低。所以为什么我总是劝说你们可以去短择，但是只能有个那么2、3次，知道吗？你一定不要沉迷于短择，因为短择关系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它会吸走你的能量场，让你变得颓废低迷，甚至是从玄幻一点的角度来说啊，就是你的气运被榨取了，你以后喝凉水都是要塞牙的，你吞咽口水都是要被呛到的。所以我希望兄弟们啊，能够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为了短择的刺激去频繁性的去短择不同的女人。男人能够忘自己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拥有一段优质的长期关系，而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认知，就是你的价值，它能够匹配得上那部分优质的女人，你要匹配得上。当你的认知跟你的财富处于同一个层级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价值内化。而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高价值稀缺感的男人，才是能够真正吸引到那一小部分很抢手且优质的女生啊。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够共勉。还是那句话，弱男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或技巧，强者只讲人性。我是 Aaron， 下期见。